神将契约，神将契约是什么游戏？我没听说过呀。我也没听说过。是不是？神将契约是什么呀？有谁听过吗？没听过。什么？真的？我也。哎，我搜出来了，这《神将契约》不是你们腾达制作的吗？沈大主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是不是眼睛瞎了？恭喜裴总，又赚钱了。裴总有新游戏发布，也没有提前给我们分享。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裴总给我们讲讲《神将契约》。神将契约什么游戏啊？什么情况啊？哎，明明早上零宣传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！家人们，你们玩过《神将契约》吗？可以很负责任跟你们说，《神将契约》是我玩过最有诚意的卡牌游戏。所有玩家一律平等，唯一能氪只有一张终身卡，才10块钱。我和你们说啊，每人每天100抽，还防沉迷，所有玩家都。再同意小先生。哎，我中了，SSR。这直接杜绝超能力，普通人都能抽到 SSR。论人民币玩家的完败，雄起啊，兄弟们！裴总，裴总，裴总，我们真的成功了！不可能啊！我在这个时间段安排你们出来团建，项目提前上线，游戏做这么仓促，根本没有理由收获这么多好评啊！报告裴总，时间虽紧，但是《神将契约》上线前各种细节我们都已经改进过了。改进细节，谁干的？我包旭，还有就是团建那晚在酒店改进的。哦，裴总，最后版本那晚也发给您了。裴总，
神将契约0点准时上线，这是最后的版本，您要不要看一下？上线吧。裴总，我懂您。之前您不让我操心，是因为我刚来腾达，您不想给我太多压力。但裴总，您放心，四伯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四伯，我要开香槟！对，我们今天晚上就开心面，好好庆祝一下，好好庆祝一下。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喂，干嘛？我在玩腾达的那个神将契约，就是抽卡的。你这么抠又不氪金，还能抽上 SSR？ 赵总，这款游戏还真行。而且它不用2钱，咱俩比划一个。这不是卡牌游戏吗？不能氪金。中张终身卡10万，这怎么赚钱？抽卡纯靠运气，赵总不会是给老魏吧？这可是最后一抽了呀！裴总，裴总，裴谦，到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就是迎接到这种突如其来的成功，我现在就想自己一个人静着。神将契约一看就是您花了非常多的心血，您这么激动也是正常的。能做出这样的游戏，您一定是心思非常细腻的人。你是不会明白的。你有什么事吗？能在你走之前占用您几分钟，问你几个问题吗？你问吧。裴总，您做游戏的第一目的是为了赚钱吗？当然不是。我的第一目的是为了让玩家得到快乐。裴总的公司有末位淘汰制吗？当然没有，他们都是我的家人，谁会淘汰家人呢？裴总，您公司的员工需要加班吗？这是我非常头疼的问题。我从头到尾我都劝他们不要加班，但是还是架不住他们自愿加班。为此，我只能多给他们加班费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裴总做游戏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游戏梦想吗？我就是为了赚钱。裴总，您说笑了。如果是为了赚钱，您完全可以把神将契约的收费提高到10倍。我明白了。这几天和您的员工待在一起，让我受益良多，谢谢。
王哥，我真的佩服你，仅仅用3天时间就把神将契约改得那么精良哦。没有，就是改进了一些细节，主要还是感谢包旭，还有马总。马总策划了这么优秀的游戏。哎呀，当时啊，我跟裴总提这个项目的时候，还担心卡牌游戏是不是过时了。现在一看，不经典永流传吗？是吧？是的呀，而且之前我一直以为天火是行业标杆呀，但我现在真的觉得我们腾达是最棒的。哎呦，真的是啊，鼎鼎有名的天火呀，没想到就这啊，他以前还是我的梦想呢。我当时校招没进去，我难受了好久。电脑配置差，员工吃东西还要被骂，强制加班996还不给加班费，就这还国内一流游戏公司呢。这么一对比，裴总对我们简直太好了，真想在腾达一直混。哎，不是，真想在腾达干到退休。这话啊，我刚跟包旭说完。亮哥，咱俩越来越默契了。亮哥，你咋管他叫哥啊？啊，尊称啊！马总，你赶紧联系一下裴总啊，庆功宴不能没有他呀。哎呦，给他给忘了。裴总，饭也 OK 了，下来密西吧。总而言之，裴总就是全天下最好的老板，甚至没有之一。那让我们一起。这也能赚钱？难不成我还真有点赚钱的天赋？历史是无序且充满巧合的，你倒也不必如此自信。都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你要正儿八经去赚钱，才会跌大跟头。周总，林婉，来进来。怎么了？这么晚，坐。周总，我决定了，我要辞职。辞职？是要离开游戏行业了？那是在天火工作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吗？都不是，非常感谢周总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。不过，我觉得我与贵公司的理念不合，想要换个地方。那想去哪里？腾达。腾达，刚接触几天就被打动了。没错，这腾达确实是做火了2款游戏。但是啊，他们只是一个创业公司，未来的一切都不好说。另外，你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一辈子追求的东西，你刚出生就有了。你需要做的就是借力打力，整合资源，向上飞升。你没必要那么拼的。多谢周总良言，不过这借力打力、整合资源，就不劳烦周总您了。好，那祝福你。谢谢周总。走，走啊！王科长，走，走。走。
发工资了。算错数了，工资没这么多呀。对呀，这什么情况？不知道。是不是算错了？我也是。黄伟多少？不敢说，不敢说。是不是给这次去天火参观占用了大家的休息时间，裴总觉得大家辛苦了，除了补上休息日之外，裴总决定改变公司章程，给大家算加班费，每一个参加团建的员工都有份儿。另外，黄思博、包旭，你们偷偷加班，裴总心里也有数，所以2位的加班费会比别人多。裴总怎么知道的？知道啊。我看看我多少啊？哦，长这么大，第一次见到活的加班费。哎，邢特助，这次盈利怎么这么多啊？你说这个司马先生他到底怎么想的？他是不是就是看中了我这种不会亏钱的天赋，所以是真心想要投资腾达的？那你属实是太自信了，裴总。想愁着从司马先生那儿拿到投资的创业者，可是排到了巴黎。对了，我们去天火参观的时候，负责接待的那个小姑娘，你还记得吗？林婉，她来金川了，想来腾达做策划，态度非常坚决，说不要工资都行。她不是在天火待得好好的吗？来金川干嘛呀？那小姑娘一看就家境很好，想法比较天真，突发奇想呗。你要是觉得不合适，我去回绝。不差钱的富家女等于任性，天真等于没有工作经验，那任性加没有工作经验，不就等于亏本人才？不，事不过三，我还得再搏一搏，他也许是个机会。这样吧，先把人留下，工资呢就按照我的6倍给他开。毕竟是天火来的人才嘛，你直接跟他签合同吧。工资、奖金、加班费，团建、游学到处飞，项目预装都白费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从今天开始，林婉将正式加入腾达，担任我们的游戏策划，成为我们的同事。让我们一起欢迎林婉的加入！欢迎欢迎！谢谢。哎，林婉，你怎么突然想从天火转到腾达呢？理念不合，想出来看看。感谢裴总给我这个机会，我敬你一杯。哦，没事儿，你就喝奶昔就行。我们腾达不讲那些酒桌文化。不是，我是真想喝点小甜酒啊。我刚刚就看见拿过来了。哦，有量哦，可以。裴总，我敬你一杯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好好工作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啊，那倒也没有必要太努力啊。保持你自己的一贯风格就可以，做你自己啊。好啊，来吧，那我们也喝一杯吧。那个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。少喝一点。好。哎，裴总怎么喝奶昔呀？团建的时候不是挺能喝的吗？慢点，那个不行，这个有问题了，马总那不行，再换，马总不行，这不行的，这个不行，马总，哎
马总，你说你不适合这种益智类游戏，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就打成一片了。你也是醉了。再来吧，马总，3把都是你也是醉了。马把倒，你也是。来，先洗牌来。裴总怎么看起来心事重重的？是出了什么事儿吗？没有，裴总啊，一直这样，他都是先员工之忧而忧，后员工之乐而乐。我们腾达的企业文化比较特殊啊，员工经常中午 BBQ， 晚上 KTV。今天为了给你接风，大家直接休息半天。想要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还可以盈利，裴总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啊。裴总是不想情绪外放，他呢就是想让咱们轻松的工作。经常咱们一堆人在这嗨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在这默默思考腾达的未来，就是想啊，就是想。你都不知道，来再来头啊！我来。其实裴总这个人看着挺孤独的，这把肯定没问题。一个人承担了那么多。包场飞家吃饭，等于还是花不了多少。还没摆完呢！第一个哎，朋友，你再不，哎，咱们上 KTV 吧。裴总，去 KTV 吧。啊，好，公司买单。继续待在天火就是浪费时间，根本做不出我想要的游戏，所以我来金川，入职了一家叫腾达的公司。金川，哎，你说去就去啊？怎么也不和家里商量商量呢？你去了住哪儿？哎，你爸之前在那边有个房子，你过去住啊？我走之前拿钥匙了，已经住进来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！哎，你刚才说去的公司叫什么？腾达。正不正规啊？妈妈找人调查一下，你别被骗了。哎呀妈，你就别担心了，公司很靠谱，我也很喜欢这家公司，老板也很对我胃口。那好吧，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我有预感，腾达是我一直在找的公司，他们不一样。好，妈妈支持你，哎，早点休息啊。那你也早点睡啊。晚安。晚安。林婉，欢迎你。谢谢。没想到啊，咱们成同事了。这是你的猫吗？呦，这是公司的猫。你看，姐姐，你很胖，好胖。以后我们用大数据来做游戏。啊？裴总，您刚刚说什么？我说，以后我们公司用大数据模型来做游戏，什么游戏火，我们就做什么游戏。我需要大家整理一下近2年以来市面上最火爆的游戏，不用着急交给我，师夷长技以制夷。可是我有意义的先别提，等到未来你们就会理解我的良苦用心了。千万不要让我失望。裴总怎么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？他去趟天火是不是被夺舍了？这是天火周慕言的风格，天火就是看什么火就跟风。
因为资金多、人也多，复制的也快，游戏也能火。但他们完全不考虑后续，游戏只要一火，他们就加倍引导氪金。是的呀，他们做游戏都没劲的呀，所以一个个的游戏寿命都不长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内部其实都觉得天火就是表面上看着光鲜，实际上都有点被掏空了。以后怎么样还不好说呢。怎么裴总去了趟天火就吸收了糟粕呢？但是裴总刚才说了啊，未来就会明白他的良苦用心。你们想想看啊，《孤独的公路》《神将契约》这2部的成功，哪一个不是裴总的正确决定？哎，我之前弄《神将契约》的时候，我有很多点我都不明白，但是我信他。这个倒是，之前项目的确都爆了，那所以这次我们按他说的做。再检查最后一遍。周总，这个是我天天加班、日夜赶工做出来的弹痕游戏优化全案。无光梦，咱们这游戏啊，是参照国外成功游戏案例做出来的，所以不可能有人比咱们快。最近国外火的都是这类，加上美术重新弄，风格很新，宣传上又有您亲自坐镇，弹痕推出来必爆。好，那让大家24小时都动起来吧。明白。大数据这条路好啊，别人火了就全拿过来，啥也不管，就全都拼在一起，全面跟风，注定结果全面平庸。天火这种东拼西凑的做法能火，靠的就是铺天盖地的宣传，外加引导氪金。我们又不弄，肯定没问题。还得感谢林婉跳槽提醒了我，这就是复辉惯用的烧钱模式。天火是一脉相承，我们也要向他们学习，花最多的钱做最烂的游戏，把神将契约和孤独的公路赚的钱全给他养了。请进。裴总，我来跟您汇报一下。我们用了1周的时间分析了各大榜单，总结出了当下最热门的游戏类型。这几年特殊设定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确实很火啊。关于这个游戏呢，我们的初步构想是这样的，裴总您看啊。都是按照您的要求，每一个环节都集合了市场最火爆的元素，而且作为腾达的重要一环，它是增强腾达游戏与游戏耦合性的重要举措。你看要不要就投入生产？很好，就这样吧。对不起，裴总啊，那个我在大厂待多了，我刚才说的话呢都是职业惯性。我知道腾达不一样，您对我这么好，我想说点实话。这个游戏太平庸了，裴总，你要是对我你还记不记得你对我的承诺？思博永远不会让裴总失望的。只要按我说的做，我就永远不会失望。裴总，那您对这款游戏的名字上有什么想法吗？这个游戏就叫它孤
枪王，这么突兀啊？突如其来，太贴切了，神秘不失大气，惊险不失深度，好名字。哦，对了，裴总，还有件事啊，那个听林婉说，天火他们也要做一款背景相似的 FPS 端游，叫弹痕，投入非常高。我们如果同时期做这个孤岛枪王，会跟他们对上的。非常好啊，四伯，不要害怕竞争，如果避不开，我们就迎难而上嘛。这次我们尽量让孤岛枪王和弹痕同天发售，我们也画个大的，做端游。同天发售还做端游，裴总时间来不及呀！我听说天火为了做这个弹痕，每周末都加班，要不然思博，你这样我就要批评你了。工作上遇到问题，你首先想到的居然是加班，长此以往下去，你会丧失所有的技能。你一定要跳出固有思维。重要的不是完美，而是完成。好了，多的我就不跟你说了。最近你也很辛苦，早点回去休息。对了，这个策划案完成的这么快，没有加班吧？啊，没有。也不算是加班吧，就是大家在家没事干的时候，也都想了想。这也是牺牲个人时间为公司创造效益。下班的时候去拿下加班费。谢谢裴总。那不打扰了。有那个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不要搞了，瞎搞。咋的了？拉了个脸？方案没过啊？没通过也很正常。我本来就觉得这个游戏就换皮呀，没有搞头的呀。我们再改进就是了，你别太难过了。方案通过了。啊？啥？真通过了？博哥，你坐下说。裴总给这个游戏起了个名字叫《孤岛枪王》，这什么名字啊？他还要求要和天火的弹痕同天发售，要做端游，而且绝不允许我们加班。弹痕都已经做这么久了，我们现在才刚开始，根本就来不及。就算是做出来了，也很粗糙，怎么跟人家打呀？哎，虽然这不加班是好的啊，但是时间上来说，这肯定来不及。他还说，要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，重要的不是完美，而是完成。他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反正这回我是看不懂了。哎，各位啊，虽然我没参与咱们这项目啊，但是方案通过了，不是好事吗？相信裴总，干就完了。干吧。怎么样？我还剩一点儿。我也还剩点儿，要不弄完走吧？行。老婆，你先睡，今晚要加班。我跟我男朋友住一块，已经有时差了，1周都没说上话。
Once a week in the nighttime, my heart skips a beat, coming to save your soul, coming to save your soul, as a ghost of rock and roll. 什么情况？大韩第一次试玩反馈这么差，是类型出了问题吗？按说没问题啊，这几年 FPS 游戏出了好几个爆款，可能很难做出花来，加上周期紧，目前只能这种效果。除非什么？除非大动干戈修改底层，从策划方向进行校正，但是那样至少需要半年到1年时间，甚至更久。没时间大改。腾达在做孤岛枪王，虽然听起来 low 了一点，没什么竞争力，但毕竟是中了类型，所以大韩必须尽快面世。那就只能从画面表现和场景细节上下功夫，这些最吃成本。腾达制作成本低，大韩压过他们还是不难的。那就这样，只要面子上过得去，我就能跟福慧总部交代。哎，这，大韩的10万反馈出来了，不好，你们策划组、美工组责任最大。这样，每个人想5个升级化方案，明早8点之前给我。手里活别停啊，紧张起来。其实上嘴皮碰下嘴皮这么容易吗？再这么干下去，我都要升级成排位。游戏不好玩，光在画面努，这不是累死人吗？就是。啊，咋还没完了嘛？这游戏这么快就可以试玩了？啊，裴总，我们这次可是严格遵循您的规定啊，绝对没有加班。裴总，我们已经在游戏里了，这是出生地机舱，这个游戏是对战模式，正方就是正义使者，反方队伍就是狂战士。我这次给你设定好了，是正义使者。好普通的设定。这下面毫无创意的美术场景是哪儿？报告裴总，根据大数据的建议，这款游戏设定在一座神秘的海上孤岛，反派组织他们进行恐怖的病毒试验，正义使者负责消灭他们，成为前往逃离孤岛，拯救地球。哇，哎，好平庸的背景故事啊！裴总，我们可以跳伞了啊！跳伞！师傅，师傅！裴总，师傅，你别愣着，你快来救我，我下不来了。这就是游戏，推了重拍就行。裴总，这次肯定没问题。裴总，裴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操作失误，操作失误啊！裴总，这次一定行！裴总，这应该是个 bug， 我会修复的啊，要不咱直接跳过吧。
裴总，你看，狂战士已经冲上来了，拿起武器，准备迎战。裴总那边不能去。时间紧，那边地图还没做，是空气墙。 那边有！地雷！裴总，裴总，到！裴总，快走！哎，师伯，哎，师伯，我还没死呢，师伯。走。哎，裴总。 这个是个视觉效果，不会对玩家的血条造成任何伤害。根据大数据的调研分析啊，玩家死得太快会影响体验感的。来，体验一下，这怎么用啊？就勾着就行了。来，武魂玩的什么模式啊？快乐模式，就是为了玩家体验。那你不早说？ 真是一款平庸的好游戏啊！什么好游戏，裴总？啊？哦，我说这真是一款好游戏。That my love will be so far apart from here.